胖媳妇怎么这样了呢？哎，这不同的人种基因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？北京今年热的早，前几天就开始30多度了。大胖媳妇开空调时候发现空调不好使，打电话约维修。最早的2天之后，这2天等待期呢，我们都觉得还好，有点热不严重。但是对于大胖媳妇来说，25度是个坎儿，过了25度不开空调，整个人就处于一种濒死状态，仿佛一只高龄海狗要临盆。大胖媳妇先是到了楼下一家盲人按摩店想蹭空调，但是因为她不认字儿，也没看懂这是一家养生盲人按摩。可以开空调吗？不能开，好热。本来就是皮肤虚寒，你看到的话，太热了。平时胀肚不？师傅说空调解决不了你的热，你要真热，你信我的，我从根本解决你的燥热。直接给他上的艾灸，最后大胖媳妇空调没蹭着，被烧好了半个小时。晚上大胖媳妇领着张家铁走在街上，又发现了一个娱乐项目，能让他成功蹭着空调。我不想玩停车了。放心吧。过一下。干啥呀？你说那车问我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，问我7、8币，背上我有小书包吗？大胖媳妇一算，空调来之前就剩最后一晚上了，在哪儿把这一晚上熬过去呢？她心生一计，没想到千算万算，差点把自己坑死。跟他们一起去的我闺蜜看完要让张铁都不行了，她最近怀孕，跟我咨询奶粉，我给准备了礼物，身边妈妈都在推的飞鹤7岁，都说是更高配版的卓瑞，营养含量和结构更贴近天然，好吸收易长肉。拿铁从小喝飞鹤一直不错，想换7岁可以先买小听式，复购还能返小青全款。于是大胖媳妇就想到了一招。2个月前，大胖媳妇因为睡觉呼吸暂停，我爸给她约了个检查，她突然想到，不如就趁机做个检查，蹭医院一晚上空调。于是她背上行囊，我爸就带着她，这一路她像小学生春游一样蹦蹦哒哒就去了。进屋还没等医生来，先一顿猛摁，把空调调到了2度。住了院才知道这个检查很复杂，要在她身上安很多的检测设备。紧接着她就被护士绑起来了，护士给她解释，你这身上上百根线呢，都连着床边的器材，所以你这一晚上都不能下床，知道不？上厕所只能用尿盆。然后问她，你赶紧现在试试舒服不舒服，哪有不得劲儿的？我们走了，你可就不能起来了。屋里的气温在逐渐下降，朝着2度逼近。大胖媳妇舒服极了，她只在乎一件事，确认空调还运行正常，就跟大伙说，我舒服，别管我了，你们走吧。于是被死绑紧的大胖媳妇目送着一行人离开，这只疲惫的帝王企鹅正准备享受来之不易的北极生活。这时候护士走到门口说，这屋里怎么一股凉风呢？一看空调，护士说2度，谁搞的恶作剧？人这屋根本不用开空调。于是给他关灯离开的时候，护士捎带手就把空调给关上了。第2天早上医生去看他的时候，心电图已经不太波动了，唯一残存的波动是大胖媳妇依靠着回到家空调就修好了的信念。与此同时，维修空调的人如约而至，但是他遇到的开门者是张大铁，而他刚刚被姥爷灌输了1周中国人老吹空调有害健康的教育。您好，我是来修空调的。你好，叔叔，我心静自然凉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我家不开空调。那我走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不辛苦，再见。张大铁到哈尔滨玩的时候，吃鱼被一个大鱼刺给卡了，下了诊所的手术床。说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们谁也想不到。我们前2天不是去哈尔滨玩去了吗？我到那儿我一刷手机，我说刘亦菲现在也在哈尔滨呢。此刻咱说不定能偶遇呢。张大铁问谁是刘亦菲，我就给他看一下刘亦菲照片，他认识。其实张大铁老看刘亦菲，我在家我前一段时间老看刘亦菲的电视剧嘛，张大铁老跟我一起看，爱看。所以张大铁一听说刘亦菲在哈尔滨，他十分激动，高兴坏了，问我刘亦菲就在这儿呢？我说对呀。他说那咱别在酒店待着了，出去找刘亦菲去。我就在酒店跟他忆起了一些往事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你爸当年刚认识妈妈的时候，审美畸形，说刘亦菲没有你妈好看，给张大铁听懵了。这长得多带劲呢，这大高个多好看呀，我喜欢。然后我们就出发了。张大铁说他今天一定要在哈尔滨找到刘亦菲。我说街上那么老多人，你咋确定哪个是刘亦菲呀？张大铁没吱声，他也觉得不管咋说得有个照片，有个参照物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大波浪头发、长得无比美丽的女子就是刘亦菲。于是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心生一计，把酒店客房服务的卡偷走了。于是我们在哈尔滨玩的所有的景点，因为小达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嘛，所以他特别喜欢这种有冰雪的城市，很享受。而张大铁一心只想着另一件事儿。其实是刘亦菲吗？保安都看懵了，因为张大铁特别像一个拿着传单拉黑客的黑导游。我们受不了了，一把他抱走了。他双脚离地了，张大铁自己琢磨该改变战术了。
啥事儿心里都惦记着刘亦菲。这是给刘亦菲留的。亦菲没找到，但尔滨的热情暖人心，就连尔滨的果品之光飞鹤也暖到咱心坎儿了。飞鹤的2小时生态圈，从挤奶到加工只需要2小时，奶粉品质优先，63年零事故，用前沿科技为聪明宝宝添益。飞鹤真是给尔滨上大分了。我们在哈尔滨待了2天，张拿铁一直没有放弃找他的刘亦菲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们吃着这尔滨的最后一顿饭，张拿铁知道遇见刘亦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张拿铁吃鱼一个不小心把嗓子给卡了，突然间就开始一顿咳嗽。我说别的招都不一定好使，赶紧去医院吧。幸好楼下就诊所，到了那儿就要给他架台上。张拿铁回头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哭的，我会很勇敢。”然后让我把他拔刺这过程，他有多勇敢多爷们儿给他录下来。啊！坚持住，很棒，很棒！哎，哇，太疼吗？不疼。结果下了手术台，回到餐桌，人张拿铁第一句话是：“刚才那视频给刘亦菲看一下，给刘亦菲看一下。”说件事儿你们别不信，张拿铁最近主动提出要跟他爸全英文对话，张拿铁甚至都不让他爸跟他说中文，不相信吧？大胖媳妇最近见着谁就跟人炫耀这个事儿，别人都问我这是真的吗？拿铁英文现在这么好吗？我说张拿铁英文好不好这是后话，他禁止他爸跟他说中文倒是真事儿。因为啥呢？我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就懂了。张拿铁说，阿姨说晚上吃水煮虾仁，他爸问张拿铁谁总杀人？哎，为什么总杀人？总杀人？张拿铁说，姥姥说吃芒果烂脚丫子，他爸说，姥姥吃芒果为什么绊脚丫子？为什么姥姥吃芒果绊脚丫子？张拿铁说，姥爷来不了，姥爷犯痛风了。他爸说，谁掉粪坑了？姥爷说他犯痛风了。姥爷的饭店放空了？啊？谁说粪坑了呀？粪坑了呀？咋说呢？孩子心里苦，所以是张拿铁主动跟他爸说，爸，你不用跟我说汉语了，说英语就行。我还问大胖媳妇儿，那你俩互相能听懂吗？大胖媳妇说能啊，拿铁英语可好，沟通可顺畅了。今晚张拿铁吃甜点的时候不想跟我分享，关于分享这个美德，我好好教育了他一番，他都听懂了。Nugget is important to share, okay?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share. Okay. I ordered this dessert for you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and I make you happy, right? I know. So I also appreciate if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because that shows you care about me too, right? Because sharing is caring, right? Of course. I love you, Daddy. 大胖媳妇教育完，贾奥达问张拿铁，爸爸说啥了？张拿铁说，爸爸自己的吃完了，就想吃我的。妈说他是大馋牙头，大馋牙头。我以前觉得大胖媳妇爱护你，现在发现他儿子也这样。我也护你，但皮肤不护你。最近秋冬换季干燥，胶原流失，脸容易垮。还好有 Olay 超红皮面霜，促生3大抗老蛋白，用完下颌线苹果肌法令纹明显提拉，这脸还能不嫩。双版本满足不同肤质不同季节。所以我觉得吧，我必须得戳破大胖媳妇关于张拿铁英语实际水平的这个幻觉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感觉拿铁心眼子挺多，他是在观察你的表情、你的情绪，猜你大概说了什么内容，然后做出相应回应。他其实啥也没听懂。大胖媳妇不信，我说那咱就做个小测试，你用最狠的表情说最好听的话，你看他什么反应。Nadia, you're the best boy and smart and funny and people like you and Daddy's gonna bring all the chocolate around the world, okay? 翠玉姐姐，咋了？这个糖是你的。啊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所以你们明白张拿铁的心路历程了吗？是因为他跟他爸俩永远一个城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，给孩子折磨完了，他宁愿在英语中滥竽充数，也不想在汉语中吭哧瘪肚。 Hey Nadia, how are you? Daddy's coming home from work now. I'll be back in about an hour. Yeah, And we're gonna play a game or something, maybe watch a show. of course, of course. 你爸说啥呀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没听懂，你为啥不问呢？你要问他，你让他慢慢说。你说爸，你慢慢说，我没听懂，然后他再说一遍，你不就听懂了吗？哎，咱俩弟吧，怪鸡的话，怪鸡的话。